大家好，我们可以看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投资买房子了？因为20年的土运大势马上就走完了。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布局马上迎来的九子离火运了。火主离卦，主正南方，也就是海南和海南附近会迎来快速的发展，并且2023年开始，未来的20年，五行属火的行业会迎来井喷式的发展，新能源会好，医美的行业会好，和美相关的行业会好。和眼睛相关的行业会好，需求量都会增大。教育培训、传统文化类、心理类等等很多行业也会迎来空前的增长。也就是说，在九子离火运这20年里五行属火的行业都会迎来翻倍的增长，市场需求量是很大的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是每个人做都会赚到钱吗？那可未必，因为我们也要看我们自身的属性。易经给我们留上到预测文明，下到预测个人带来的运势规律，是跟着天上的星星变化而来的。所以现在无论你处于什么年龄，希望你先弄清自己的五行，然后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，不适合做什么，和什么样的人搭配，和什么样的人不搭配。创业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方向，不要一意孤行，做自己适合的，运气才会好。否则反之。如果你要弄不清自己的五行属性，可以加我的粉丝群，我免费给你一份资料和一个课程。第二弄清五行属火的行业都有什么，弄清楚什么行业要增长就可以做，什么行业走下坡路就要避免，以免劳民伤财。第三加我主页的粉丝群，领取资料和课程。大家好，你听说过众生机吗？传说这是一种道法，已经存在于4000年了，在古代是专门服务于达官贵层的秘法。相传首先是找到一个大富大贵的风水宝地，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摆位，以生人身体发质或衣物连同时辰八字一起入生坟，选择吉日葬于风水宝地，加以做法，能够改善命运，让原本来扰乱寻仇的瘟神或者是冤亲债主误以为当事人已死，运用风水做法助人增强运势，吸收龙脉灵气的操作。而这种道家秘法在古代是受用于帝王将相的，在近代港台地区还是很受富商欢迎的。会使用这种众生机的秘法，道士必须通五行、知阴阳、熟知易理规律，还要通晓奇门遁甲。大家感兴趣可以在我的主页粉丝群免费领取一份资料和一个6天5晚的直播课，让我们先浅薄的了解一下传统文化易经的五行运势，了解自己的命格。下一集我们说赌王何鸿燊就曾经利用这种众生机的秘法续命了10年。房地产未来几年它到底会怎么样呢？我们要看年份。2022年是壬寅年，房地产价格大跌都知道。壬寅上面的人是水，下面的寅是木。从流年大运来看这是一个水生木的格局，所以木的能量非常的大。那么木克什么呢？木克土。了解易经五行文化的都知道这是最简单的基础了，我就不讲木为什么克土了。明年癸卯年，巧了，癸依然是属水，卯依然属木，又是一个水生木的格局，所以明年的房地产价格应该在今年跌落的基础上它继续下跌。2024年甲辰年，甲属木，辰属土，虽然木克土，但是只是一个消耗和控制，木的能量不是很大，也就是一般的克制，基本上价格也就动不了了。然后再到下半年辰，它的跌落就会停止，也就是说2024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基本会达到一个最低点，然后在下半年得以控制停了。2025年我们再看，它是乙巳年，这是什么格局呢？乙属木，巳属火，木正好还是生火，火正好还是生土，也就是说2025年的土行业以房地产为首的又会迎来新的上升。但是它能不能回到之前17年、18年的高度呢？那我们还要往后至少推10年的大运。这里我就不给大家算那么多了。所以要相信易经，还想买房子的朋友最佳的投资时候是2024年上半年，或者是2023年的年底也可以。等个2-3年，应该是还是可以赚到钱的。之前14年、15年、17年、18年上升的时候好奇的可以看看是什么年，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列举了。大家如果感兴趣还想看看自己个人未来几年会是怎么样，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，我免费给你一份易经的资料和一个6天5晚的直播课，都是免费的。看完你就大概有个了解了。很多人说房子基本不会上升了，它会崩盘的。其实大概率不会，因为房地产的崩盘有很大的负面作用，所以国家在最危急的时候会出手帮助的。其实古人编写的易经大家了解之后，也就是把所有的事物，大到文明，小到一个人或者是一张纸片，都分成了阴阳五行，
木火土金水，然后呢还让他们互相的促进的同时也互相约制和克制，最终形成了一个循环。所以学习易经啊，可以找到所有行业和自身格局的规律，了解皮毛就能少走很多弯路。想要学习呢，我在粉丝群等着你。赌王何鸿燊曾经利用众生机续命10年，把自己的头发指甲当作替身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这段真实的故事。在2009年，赌王何鸿燊因意外摔伤被送进了医院，昏迷不醒。根据当时的情况呢，非常危急，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后来风水大师于志林为其众生机，他奇迹般的出院了。后来就在网络上还流传过何鸿燊的墓碑，这里呢，想必大家回忆一下都有印象。但是知道事情玄机的人呢，看到墓碑就会恍然大悟，这是道家秘法众生机。这位风水高人也曾经表示过，赌王何鸿燊原本的寿命呢，就是在86到90岁的。当时何家人开出了天价，请这位大师来帮赌王众生机，而多活了10年。当然了，这种秘法是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缘分的。众生机它源自于江西的道法，在中国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了。一个人的出生时间锁定了5行，决定了一生的吉凶祸福，同时也无时无刻的在与大自然和人群产生的气与磁场的共振作用。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、易经、五行、八卦这些规律啊，还是建议大家学习了解的，因为真的和我们生活上的结果是息息相关的。只要你能学会一点皮毛，你就能知道自己一些命格的特点和发展的结果、发展的规律了。在我的主页粉丝群呢，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资料和一个6天5晚的直播课。没有时间看呢，老师还给回放的内容。老师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你讲述易经和五行的规律。我们古人的高科技到今天都无法超越，比如说越王勾践，大家都不陌生，这是1965年出土的。这把剑非常的神奇，神奇到它是一把铜剑。铜是什么金属呢？非常容易氧化的金属，它很容易生锈的。但是这把剑出土时它并没有生锈，后来这把剑又被化学分析它不是把铜剑，它这把剑里呢涵盖了17种金属，铜、铅、铝、铁、硫、锡等一共17种，而且这17种金属的分布在这把剑上呢完全不一样。比如剑尖是什么，剑头是什么，剑尾是什么，剑把是什么。为了保持剑的柔韧度和综合性，剑的纹理都是硫化铜做的。然而更神奇的是什么呢？这把剑呢还发现了大量的铬。铬是什么？首先提取它就非常难提取，铬是存在岩石中的，很难被发现。第二个呢，铬的熔点极高。就单说这一个硫化铜的技术，德国是1937年掌握的，美国呢是1950年才掌握的，而我们的国家2500年前早就有了。这是一种金属保护的技术，就是如何用硫化铬可以保护工艺。这个工艺呢，现在用于航天上天的技术。而2500年前这把越王勾践是不可复制的，至今我们的技术都复制不出来。